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杨紫余生，请多指教，剧情悬浮，演技浮夸，2集就有9个 bug。8月4日，杨紫、肖战主演的电视剧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终于开播。这部剧拍完之后压了很久才播出，在开播之前备受期待，所以无论是收视率还是播放量都非常出色。从网播平台给出的数据来看，上线2集后，专辑播放量已高达 5.4 亿，这主要归功于主演杨紫和肖战。作为娱乐圈的顶流明星，2个人保证了这部剧的高收视率和高点击量。但是平心而论，看完2集之后，感觉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主打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，对医院职场、个人成长等方面并不是很下功夫，剧情悬浮，设定不接地气，演员的表演也差强人意。播出后，截止到发稿，豆瓣还没有显示评分，但从观众的评价来看，口碑明显2极分化。首页5条热评中有3条差评和2条5星好评，其中好评明显是粉丝控评，其中1条较长的评论主要夸肖战饰演的顾魏，而3条差评则吐槽细节 bug、尴尬悬浮，以及吐槽剧情太土老套。其实前2集剧情不算拖沓，杨紫饰演的林之孝和肖战饰演的顾魏都面临各自的烦恼。林之孝上了大学，20多岁，苦恼于父亲的严管，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热爱的音乐事业。顾魏是医院消化内科的英年才俊，一次手术失败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。在外界眼中，他是和院长女儿谈恋爱，靠裙带关系才当上的主治医师，所以他想转科室。本来剧情如果以2个年轻人的人生挫折出发，以成长、人生突围为主题，然后再以感情线为辅，会很吸引人。但遗憾的是，能明显感觉到导演在朝着小甜剧使劲儿，努力将电视剧打造成为粉丝定制的甜宠偶像剧。所以第1集开头就急不可耐地安排杨紫和肖战的同场戏份，甚至不顾剧情逻辑，后面更是极力让2个人有对手戏，未免操之过急了。而在表演上，客观来讲，杨紫和肖战都差强人意，杨紫用力过猛的地方很多，演技稍显浮夸，而肖战则过于刻板，大部分时候都是板着脸，没有传达出角色应有的内心。而更大的问题在于，这部剧质上不够用心，小 bug 很多，2集就至少暴露了9处不合理的问题。下面就来梳理一下。问题1，要出院的病人提出回来看医生。电视剧开场第1场戏就是肖战饰演的顾魏查房，导演真的应该体验观察一下医院病房的情况，一个主治医生查房，旁边跟着1个护士和3个医生，这样的配置明显不科学。一般在医院里，只有科主任及以上领导查房才会有这么多医生在后面跟着吧。然后即将出院的病人，且不说气色如何，怎么可能脸笑得像一朵花一样，开心成这样？然后跟医生说还能来找你吗？会有哪个病人说这么不吉利的话？后面还当着其他那么多医生的面，想给自己女儿牵线要电话，就不觉得尴尬？这种事儿至少应该私下说吧。问题2，科室上的漏洞。查完房的顾魏回到办公室，从抽屉里拿出打算上交给领导的转科申请书。这份申请书写得相当潦草，正常来说，给领导过目的申请，除了姓名和年龄外，至少应该把自己在哪所大学毕业，在医院从事工作多少年，期间做出哪些贡献，想要转科室的具体原因，以及到了新科室能否胜任工作，这些都写清楚。但顾魏的申请太儿戏了，一方面自我介绍过于简单，转科室的理由是不能胜任科室工作；另一方面，重大疾病医学研究院、医院都没有这样命名的科室或机构。
通过查询可知，国内有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，还有重大疾病临床研究中心，或者重大疾病防治与药物研究中心，但并没有重大疾病医学研究院这样的说法。导演连医院的基本架构都没有研究清楚，怎么能拍好医院的戏份呢？问题3，肖战没有给出正确的情绪。顾魏的设定是外冷内热，经常一脸高冷，这样的设定无可厚非，但作为演员应该对不同场景的角色情绪给出把握和拿捏，这一点肖战没有给出正确的表达。比如和弟弟去酒吧这场戏，如果真的很抵触这种场合，就干脆别去，为什么到了酒吧还非要板着一张脸？而后面做完手术，整个人眼圈红了，对着镜子大喘气的样子又表现得用力过猛。医生做手术力求冷静沉着，做完手术应该是卸下重担，一身轻松，怎么会像他这个样子？问题4，怕被抓住不赶紧跑。酒吧的戏份，杨紫演技也是一言难尽。本来和朋友一起已经喝醉大放厥词了，然后看到父亲瞬间就醒了，和没喝酒一样。到顾魏那一桌非要搭讪，见到女生说喝酒喝晕了，顾魏让他去医院挂号，这都是什么尴尬对白啊？更让人迷惑的是，酒吧那么大，如果真的怕被爸爸见到，偷偷绕过他溜出去不是最好的选择吗？何必非要尴尬的和顾魏搭讪，结果被抓个正着？为了安排男女主角相识，完全不顾逻辑了。问题5，闲着没事管其他医生的病人。众所周知，当下医院资源很紧张，不管是门诊医生还是住院部的医生，每天都忙得不得了，每天从早忙到晚。但剧情安排顾魏看到诊断书，不和高希商量，就直接打电话让患者复查住院，还调林之孝爸爸的档案，太不合理了，在医院没事干，插手其他医生的病人。问题6，就医流程有问题。去过医院的都很清楚，到医院要先挂号，然后等排号看医生，看过之后才是开住院单，办好住院手续之后，等一段时间才会安排一系列检查。但剧中的医院这服务也太好了吧，病人都不用到现场，医生就开好了单，然后一边家属去办住院手续，一边就去做检查。问题7，就这么大在医院大喊大叫，骗爸爸回医院的这场戏，杨紫再次暴露浮夸演技，电话里说自己肚子疼，这段实在太假了。而且这个医院自始至终都很悬浮，几乎看不到别的病人，没有正常病人和医生走来走去的忙碌景象。杨紫在走廊大喊大叫，也没有医生和护士过来慰问和劝阻，随便躺其他病人的病床，连鞋都不脱，整场戏都好拉胯啊。问题8，不做手术就能下良性结论？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，在没有扩散的情况下，能最终下结论的是通过切除物的病理化验。但第2集中，对于病人肿瘤是否该手术的争论，顾魏给出的处理方法是检查正常，病人还很年轻，所以不建议手术，还是先观察。这里怎么得出肯定是良性的结论的？医生哪能这么不负责任啊？这是欺负观众都不懂医学吗？问题9，脱离现实的美好滤镜。在消化内科，说句难听的话，患胃癌、肠癌的患者太多了，一般确诊就很严重，手术就要花很多钱，对一般家庭，每一例手术都是难以负担的重担。而并不是说医生没有同情心，但见过太多的病人之后，不可能说碰到一个就帮忙吧。但剧中小男孩因手术费太贵出院，林之孝一家提出帮忙。从剧情交代来看，他是退休教师，林之孝还在上学，怎么有钱去帮助其他人就不说了。但顾魏竟然牵头给小孩子捐款，这是多么美好但又脱离现实、不接地气的设定啊！总的来说，余生请多指教，更像是粉丝定制小甜剧，剧情悬浮，设定太多不接地气，
真想追就随便看看吧，千万不要认真。